这支28-400 f4 至 f8 VR 镜头发布之后，我本以为它就是一支平平无奇、光圈极小的大变焦镜头。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后，我觉得它真的是一支非常有趣和好玩的镜头。本期视频，我想通过一些样片来分享一下我对这支28-400的一些看法。它和24-200到底是如何选择呢？它到底适合哪一类人群去购买呢？ Hello， 大家好，我係 Kelvin。经常都有朋友开玩笑说，期待拥有一支12-400 f0.95 的镜头。虽然我知道这只是一个玩笑，不过这也证明了一镜走天涯的大变焦镜头一直占据在每位摄影爱好者愿望清单中的首位。几年前，我曾经测评过尼康 Z-Carco 的24-200 f4 至 f6.3 VR 镜头，在那期测评里面，我对24-200给了非常高的评价，也是当时我觉得最适合带去旅行的镜头。哪怕到了2024年的今天，它依然是我最推荐、最适合大部分摄影爱好者购买的尼康大变焦镜头。今年尼康再次推出大变焦镜头28-400 f4 至 f8 VR。尼康能否继续延续大变焦镜头的辉煌呢？28-400 f4 至 f8 VR 从焦段来看，它虽然缺少了20-24这一类广角端，不过它不仅覆盖了常用的28毫米、35毫米、50毫米、70毫米和200毫米等焦段，而且还提供了绝大部分普通摄影爱好者都不会接触到的300和400超长焦段，并且重量仅有约为这个725克。有一种一镜在手，什么题材都能拍的感觉。不过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当我把相机打开之后，就会发现这支镜头最大光圈在28的时候为 f4， 35为 f4.5， 50为 f5.6， 70为 f6， 105为 f6.3。200至400均为 f8， 那只要对摄影有点了解的朋友都知道，这样子的镜头就注定了它仅适合在晴天拍摄。如果遇到阴天、室内弱光的环境下，我们就需要把 ISO 推到去比较高的位置了，更不要说夜间拍摄了。在我日常的拍摄工作中，我大部分时候都会使用 M 档拍摄手动 ISO 的组合，但是使用这支镜头，我会推荐大家使用 A 档，光圈优先，ISO 自动，或者直接推了去 P 档拍摄。这样子我们在切换不同焦段的时候，就无需再调整曝光参数了。那当然了，如果我们需要拍摄一些快速移动物体的时候，让这个 S 档快门速度优先，或许会是更适合的选择。那还有一点，也是由于这支镜头在200毫米以上的焦段，最大光圈仅为 f8。那所以相机上面 CMOS 哪怕是有一点点的灰尘都会暴露无遗，所以保持相机 CMOS 干净也是使用这支镜头时候必须注意的。28-400和24-200一样，镜头上面仅有一个锁定按键，并没有自动和手动对焦的切换按键。它的八边形遮光罩有一种电影镜头的感觉，在28毫米端，它的长度为14厘米，在400毫米端，它的长度则达到了24.5厘米左右了，已经比我这支索尼70-200 f2.8 GM 2代镜头还要长了。它虽然比较长，不过并不算粗，滤镜口径也是仅为77毫米而已，和不少的70-200镜头的滤镜口径呢也是差不多的。那这支镜头在28毫米的时候，最近对焦距离仅为20厘米左右，而且还有0.35倍的放大倍率。在旅游的时候用它来拍一些花花草草、食物、有趣的小物件也是挺不错的。那在400毫米端的时候，最近对焦距离仅为1.2米。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后，我发现我用这支镜头拍摄最常用的就是200毫米以上的焦段，这也是因为我平时极少接触到这样子的焦段。而当我使用这支镜头把焦段推到去200至400之后，我感觉得到了全新的视角。那虽然在这些焦段下，它的最大光圈仅为 f8， 但是还是可以从画面中看到背景虚化还算柔和的。那这支镜头目前也是接近了1万人民币的价格。不过呢，对于摄影爱好者来说，这或许是门槛最低、负担最轻的400毫米的镜头了。如果我们搭配 Z8 这种高像素的相机，那再配合 DX 模式，
那就算拍个月亮也是轻轻松松的事情。作为一支200毫米以上的长焦镜头，防抖效果也是非常重要的。配合 Z8， 它可以达到5.5级的防抖效果。大家可以通过以下的画面看到它手持拍摄的效果。如果让我用2个字来形容它的这个防抖性能，那就是牛逼。最近这几年，我都不喜欢在测评视频里面去测试镜头的画质和锐度表现。我觉得如今无论是原厂还是副厂镜头，在这方面都做得非常的不错。在实际使用中，我也不会把照片放大好几百倍去看看中心锐度如何，边缘锐度如何。不过大家也可以通过样片来看看这镜头在画质上面的表现如何。我个人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如果一定要在鸡蛋里面挑骨头，我个人觉得这支镜头的眩光控制呢，并不算优异。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带着遮光罩，在28毫米焦段 f4 光圈下，对着太阳来拍摄，还是会有一点的光斑和鬼影。这支28-400镜头搭配 Z8 拍摄，在广角端的对焦速度呢，还是挺不错的，基本可以做到指哪打哪。但是当我们把焦段推到去300至400毫米的焦段呢，就能明显感觉到它的对焦呢稍许变慢了一点。那不过呢，我个人觉得大部分人购买这支镜头来拍摄，都是拍摄一些风景啊、静物啊，所以问题呢并不大。但是如果想用它来拍摄一些奔跑的动物或者体育运动的话，那或许呢它并不是最好的选择。总结，我个人觉得24-200呢是比较适合在一家人旅游时候拍摄一些风景和家人，适合带去以城市风光为主的目的地。而28-400这镜头呢，我个人觉得它更适合一个人旅游的时候去记录户外美景的镜头，那或者是去一些偏向于户外风景为主的这些目的地，例如新疆、西藏、新西兰南岛这类地区。那当然了，我个人觉得这支镜头还适用于摄影爱好者用来拍一下家里面的宠物猫狗，带去演唱会、音乐会去拍一下，或者拍一下小孩子的课外体育课这种活动等等。那如果呢你是专门用来拍摄鸟类题材、体育题材的这个摄影爱好者呢，我会更推荐去购买尼康的100-400毫米定焦或者600毫米定焦这些更加专业的长焦镜头。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请给我点赞、投币、转发、留言，还有记住订阅我的频道哦。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拜拜。